很多朋友来找我说这里那里都有问题，很不舒服，心里也很烦。前几天门诊来了位60岁的李阿姨，一进门就不停地清嗓子，说自己这毛病快折磨她5年了。她常年受慢性咽炎困扰，喉咙里总像有东西堵着，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一到换季或者受凉，咳嗽就会加重，有时候咳得整晚都睡不着觉。为了治这个咳嗽，她买了不少止咳药，从普通的甘草片到进口的止咳糖浆，换了一种又一种。刚开始吃还能缓解2天，可吃久了就完全不管用了。后来他又听人说进口的消炎药能治慢性炎症，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盒，吃了一个疗程，不仅炎症没消，还总觉得胃里不舒服，吃不下饭。更让他难受的是，因为长期咳嗽，他的失眠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了，稍微有点动静就会被惊醒，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浑身没力气，心里也烦躁得很，动不动就跟家里人发脾气。实在没办法，他儿子带他来找我，希望我能帮他想想办法。我给李阿姨搭了脉，又看了看她的舌苔，发现她脉象弦滑，舌苔白腻，这明显是肺脾失调，气机不畅，痰湿内生的症状。我就问她是不是平时胃口不好，吃一点东西就觉得腹胀，大便也比较黏腻。李阿姨点点头说，可不是嘛，自从吃了那些消炎药，胃口就更差了，每天都觉得胃里胀胀的，大便粘在马桶上都冲不干净。我跟她说，您这不是缺止咳药，缺消炎药，是缺了真正能调理根本的方法。现在很多中老年人都陷入了一个误区，觉得咳嗽炎症就只能靠吃药，失眠就只能靠助眠品，却不知道这些东西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损伤脾胃功能，产生耐药性，反而让身体越来越差。更不知道老祖宗早就把调理这些问题的秘密藏在了我们每天都能用到的2种厨房食材里，蜂蜜和陈皮。作为一名深耕中医几十年的医师，我从不推荐大家滥用西药。今天我就把这个压箱底的药食同源秘方免费分享给你们，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真东西，简单又管用。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尼斯、蜂蜜加陈皮而已，真能解决咳嗽、炎症、失眠这么多问题吗？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当然可以。中医里讲究药食同源，很多常见的食材其实都有很好的药用功效。陈皮性温，味辛，苦归脾、肺经，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本草纲目里记载，陈皮疗呕血、反胃潮杂，食土清水，痰痞、气闭、气块、脘腹胀痛、大便闭塞不通。意思是陈皮能调理脾胃气滞引起的腹胀、消化不良，还能化解痰湿引起的咳嗽、痰多。蜂蜜性平，味甘，归肺、脾、大肠经，具有补中润燥、止痛、解毒、安神的功效。神农本草经里把蜂蜜列为上品，称其主心腹邪气、诸经弦、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和百药。这2种食材搭配在一起，能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陈皮理气健脾，能解决脾湿健运、痰湿内生的问题，从根源上化解咳嗽、炎症的成因。蜂蜜补中润燥、安神，既能滋润肺燥，缓解咳嗽症状，又能滋养脾胃，改善因脾胃失调引起的失眠问题。而且晨起空腹饮用，此时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处于待激活的状态，饮品能直接被身体吸收，直达病灶，调理效果会更好。我临床看诊30多年，接诊过无数咳嗽、炎症、失眠患者，发现这3类问题的根源都和肺脾气机有关。靠西药只能暂时压制症状，而蜂蜜加陈皮的搭配就能从根上调理，让身体恢复阴阳平衡。今天我就给大家讲2个典型的病例，让您更清楚这个秘方的神奇效果。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李阿姨，她除了慢性咽炎、咳嗽、失眠，还有脾胃失调的问题，这都是肺脾失调、气机不畅、痰湿内生的典型表现。我没给她开复杂的方剂，就教了她用蜂蜜加陈皮晨起空腹喝的方法，再搭配一个简单的食疗方，让她坚持2个月再来找我复查。我跟李阿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先刷牙洗脸，然后准备3克3年老陈皮，用清水冲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200毫升左右的清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煮10分钟，让陈皮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出来，然后把陈皮水倒入杯中，等水温降到40摄氏度左右，再加入10克左右的成熟蜂蜜，搅拌均匀后空腹饮用。另外，我还让他每天晚上喝1碗山药小米粥。山药和小米都有健脾养胃的功效，能帮助改善他的脾胃功能。李阿姨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按照我说的方法做了。1周后，她给我打电话，说自己的咳嗽症状明显缓解了，喉咙里的异物感也减轻了，晚上能睡上5-6个小时了，胃里也舒服了不少。2个月后，李阿姨再来门诊的时候，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脸上带着笑容，精神头十足。她说自己的慢性咽炎彻底好了，再也不咳嗽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上7-8个小时，胃口也变好了，大便也不黏腻了。第二个病例是一位58岁的张大爷，他是一名退休工人，常年受慢性支气管炎困扰，每天都咳嗽不止，尤其是到了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严重影响睡眠。他还总觉得胸闷气短，稍微活动一下就会喘不上气来。为了治这个病，他跑了不少医院，吃了不少西药，也花了不少钱，可病情一直反反复复，没有好转。后来他听朋友说我调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就特意来找我看看。我给张大爷搭了脉，发现他脉象沉缓，舌苔白滑，这是肺脾两虚、痰湿阻肺的表现。原来张大爷年轻的时候经常在工地干活，受了不少风寒，再加上平时喜欢抽烟、喝酒，损伤了肺脾功能，导致痰湿内生，引发了慢性支气管炎。我就跟张大爷说，您的慢性支气管炎问题根源就在肺脾两虚，痰湿阻肺，只要坚持用蜂蜜加陈皮晨起空腹喝，再配合戒烟戒酒，就能慢慢调理。好，我教他的方法和李阿姨的一样。另外，我还让他每天早上空腹喝完蜂蜜陈皮水后，吃一个水煮蛋，补充优质蛋白质，增强体质。张大爷按照我说的方法做了1个月，就告诉我自己的咳嗽症状明显减轻了，晚上也能睡得香了，胸闷气短的症状也缓解了不少。坚持了3个月后，张大爷的慢性支气管炎彻底好了，再也不咳嗽不气喘了，每天都能去公园打太极散步，精神头十足。他后来跟我说，以前觉得这些小毛病只能靠吃药才能治好，没想到用蜂蜜和陈皮这么简单的食材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早知道就不花那么多冤枉钱买西药了。这2个病例告诉我们，咳嗽、炎症、失眠这些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都有共同的根源，只要找到根本原因，用对调理方法就能慢慢解决。而调理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中医的药食同源，利用我们身边常见的食材，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烹饪，就能达到调理身体的效果。今天我就给大家详细讲解蜂蜜加陈皮晨起空腹喝的完整操作方法、原理以及搭配的食疗方。不管您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咳嗽、炎症、失眠，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式。首先，我给大家讲讲蜂蜜和陈皮搭配的中医原理。中医认为，肺主气湿呼吸，脾主运化，肺脾相连，脾湿健运则会导致痰湿内生，痰湿上扰肺脏就会引发咳嗽、咳痰等问题，气机不畅则会导致心神不宁，引发失眠问题。陈皮性温，味辛苦，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
能调理脾胃气滞引起的腹胀、消化不良，化解痰湿内生的问题，从而从根源上缓解咳嗽、炎症、蜂蜜性平、味甘，具有补中润燥、安神的功效，能滋润肺燥，缓解咳嗽症状，滋养脾胃，改善因脾胃失调引起的失眠问题。两者搭配在一起，一温一润，一理一补，既能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又能补中润燥、安神，正好能解决肺脾失调、气机不畅、痰湿内生引起的咳嗽、炎症、失眠等问题。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挑选蜂蜜和陈皮也是有技巧的。要是挑到劣质的食材，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伤身体。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讲解挑选技巧。先来说说陈皮。陈皮是橘子的干燥成熟果皮，以存放3年以上的老陈皮效果最好。业内有1两陈皮1两金，100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挑选陈皮的时候，要选择颜色呈深褐色或棕红色，表面有光泽，质地坚硬，手感干燥的陈皮，用手捏一下不容易折断，而且有浓郁的香气，没有霉味和异味。要是陈皮颜色发黑，质地松软，一捏就碎，或者有霉味和异味，就是劣质陈皮，不建议购买。另外还要注意陈皮的产地，广东新会的陈皮品质最好，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新会陈皮。再来说说蜂蜜。蜂蜜是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露，与自身分泌物混合后，经充分酿造而成的天然甜物质。挑选蜂蜜的时候，要选择颜色呈琥珀色或深黄色，质地粘稠，口感醇厚，有浓郁花香的蜂蜜。用筷子挑起蜂蜜，能拉出细长的丝，而且丝断后会迅速收缩。要是蜂蜜颜色过浅，质地稀薄，口感平淡，或者没有花香，甚至有酸味、异味，就是劣质蜂蜜，可能是假蜜或浓缩蜜，千万不能买。另外，大家在挑选蜂蜜的时候，要注意查看蜂蜜的标签，选择配料表只有蜂蜜，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香精、色素的蜂蜜，而且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蜂蜜，这样质量才有保障。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讲解蜂蜜加陈皮晨起空腹喝的具体操作方法。第一步是准备工作，每天早上起床后，先刷牙洗脸，然后准备3克3年老陈皮和10克成熟蜂蜜，再准备一个干净的锅和一个杯子。第二步是处理陈皮，把陈皮用清水冲洗干净，去除表面的灰尘和杂质，然后用手把陈皮掰成小块，这样能让陈皮的有效成分更好的释放出来。第三步是煮陈皮水，把处理好的陈皮放入锅中，加入200毫升左右的清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煮10分钟。煮的时候可以用勺子搅拌一下，让陈皮的有效成分充分融入水中。第四步是冲泡蜂蜜，把煮好的陈皮水倒入杯中，等水温降到4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再加入准备好的蜂蜜，搅拌均匀，直到蜂蜜完全溶解。这里有个小提醒，千万不要用高温的陈皮水直接冲泡蜂蜜，因为高温会破坏蜂蜜中的营养成分，降低蜂蜜的功效。第五步是饮用，把搅拌均匀的蜂蜜陈皮水空腹饮用，喝完后可以再喝一杯温水，这样能更好的促进身体吸收。不同体质的朋友，蜂蜜和陈皮的搭配比例也可以适当调整，这样调理效果会更好。比如偏寒体质的朋友，比如经常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咳嗽痰多且痰色白皙的人，在搭配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蜂蜜的用量，减少陈皮的用量。蜂蜜可以放12克左右，陈皮放2克左右，这样能增强蜂蜜的补中润燥功效，更好的调理偏寒体质、偏热体质的朋友，比如经常口干舌燥、咽喉肿痛、咳嗽痰多且痰色黄稠的人，在搭配的时候
可以适当增加陈皮的用量，减少蜂蜜的用量。陈皮可以放4克左右，蜂蜜放8克左右，这样能增强陈皮的燥湿化痰、理气健脾功效，更好的调理偏热体质、脾胃虚弱比较严重的朋友，比如经常胃口不好、腹胀、大便稀溏的人，在搭配的时候，可以在蜂蜜陈皮水中加入少量的生姜片。生姜性温、味辛，具有温中健脾、解表散寒的功效，能增强调理脾胃的效果。除了蜂蜜加陈皮晨起空腹喝，大家还可以搭配一些食疗方，调理效果会更好。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2种简单又好吃的食疗方，中老年人都能轻松学会。第一种是山药小米粥，适合那些脾胃失调、胃口不好、大便黏腻的朋友。准备山药50克、小米50克、红枣5颗、冰糖适量。先把山药去皮、洗净，切成小块；小米淘洗干净，红枣洗净去核。把小米和红枣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熬20分钟，然后加入山药块，继续熬10分钟，直到小米变得粘稠，山药和红枣软烂。最后加入适量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每天晚上喝1碗，坚持1个月，就能明显感觉到脾胃功能改善了。山药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具有益气养阴、补脾肺肾、固精止带的功效。小米性平，味甘，归脾、胃、肾经，具有健脾养胃、补益虚损的功效。红枣性温，味甘，归脾、胃、心经，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功效。这3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既能健脾养胃，又能补益虚损，非常适合脾胃失调的中老年人食用。第2种是百合莲子粥，适合那些失眠严重、心烦意乱的朋友。准备百合20克、莲子20克、大米50克，冰糖适量。先把百合和莲子洗净，用清水浸泡2小时，大米淘洗干净。把大米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熬20分钟，然后加入百合和莲子，继续熬10分钟，直到大米变得粘稠，百合和莲子软烂，最后加入适量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每天晚上喝1碗，坚持1个月，就能明显感觉到失眠问题缓解了。百合性微寒、味甘、归心、肺经，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莲子性平，味甘，涩，归脾、肾。心经具有补脾、止泻、益肾摄精、养心安神的功效。大米性平，味甘，归脾。胃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寒胃的功效。这3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既能养心安神，又能健脾和胃，非常适合失眠的中老年人食用。这里有个小提醒，山药小米粥和百合莲子粥里的冰糖，糖尿病患者可以不加，或者用少量的木糖醇代替百合性微寒。脾胃虚寒的朋友，比如经常大便稀溏的人，不宜过量食用，每次放10克左右就可以了。莲子虽然好，但大便干结的朋友不宜过量食用，以免加重便秘症状。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尼斯，我按照你说的方法调理，多久能看到效果呢？这个因人而异，主要和您的体质、症状的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坚持调理有关。但一般来说，坚持1到2周就能看到一些短期效果，比如咳嗽频率降低、咽喉不适缓解、入睡时间缩短。坚持1到2个月就能看到中期效果，比如慢性炎症消退、咳嗽基本消失、夜间醒次数减少。坚持3到6个月就能看到长期效果，比如肺脾功能改善、免疫力提升、失眠问题彻底解决、精神头十足。我之前有个学员，40多岁就有慢性支气管炎和失眠的毛病，
按照我教的方法，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蜂蜜陈皮水，晚上喝一碗百合莲子粥，坚持了3个月，慢性支气管炎好了，失眠问题也解决了，现在每天都能睡个好觉，精神头也越来越足。我还有个学员姓王，今年65岁，常年受慢性咽炎和失眠困扰。按照我教的方法，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蜂蜜陈皮水，晚上喝一碗山药小米粥，坚持了半年，慢性咽炎彻底好了，失眠问题也解决了，现在每天都精神饱满，和朋友们一起旅游，跳广场舞，一点都不像65岁的老人。他后来跟我说，以前觉得这些小毛病只能靠吃药才能治好，没想到用蜂蜜和陈皮这么简单的食材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早知道就不花那么多冤枉钱买西药了。现在很多药厂、保健品商家就是利用大家对咳嗽、炎症、失眠的焦虑，夸大产品的效果，把简单的养生方法复杂化，让大家觉得只有花大价钱才能调理好身体。其实他们根本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肺脾失调，气机不畅，靠西药只能暂时压制症状，反而会损伤脾，胃功能产生耐药性。而且他们更不想让大家知道，最有效的调理方法就藏在我们的厨房里，因为一旦大家知道了，就没人买他们的产品了。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尽量不要滥用止咳药、消炎药。止咳药、消炎药虽然能暂时缓解症状，但长期吃会损伤脾胃功能，产生耐药性，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要是实在症状严重，必须吃药，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要自己随便加剂量，而且要定期去医院复查，避免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另外，大家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戒烟戒酒，适当进行运动，比如散步、打太极、跳广场舞等，这些都能增强体质，改善身体状态。除了蜂蜜加陈皮晨起空腹喝和食疗调理，大家还可以适当进行一些穴位按摩，比如按摩肺腧穴、脾腧穴、足三里穴等，这些穴位都有调理肺脾功能，缓解咳嗽、改善失眠的功效。肺腧穴位于背部第3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按摩肺腧穴能调理肺脏功能，缓解咳嗽、咳痰等问题。脾腧穴位于背部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按摩脾腧穴能调理脾胃功能，改善脾胃失调引起的各种问题。足三里穴位于外膝眼下3寸，胫骨外侧一横指处，按摩足三里穴能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增强体质。每天按摩这些穴位，每个穴位按摩5到10分钟，力度以感觉到酸胀为宜，坚持1个月，就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改善了。我常常跟我的学员说，老祖宗的智慧永远不会过时，中医的药食同源理念是最适合中老年人的养生方法。很多看似简单的食材背后都藏着深刻的养生道理，只要我们合理利用，就能解决很多身体上的问题。咳嗽、炎症、失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找错了调理方法，花了冤枉钱还伤了身体。今天我分享的这个蜂蜜加陈皮晨起空腹喝的方法，不用花多少钱，操作也简单，只要大家坚持调理就能看到效果。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有疑问，比如自己的体质不知道该怎么调整蜂蜜和陈皮的搭配比例，或者还有其他的症状不知道怎么调理。没关系，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我，我会根据大家的具体情况给出更针对性的建议。养生是一件长期的事情，需要我们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希望今天我讲的这些内容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从事中医事业30多年，一直坚信医者仁心。我的初心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摆脱疾病的困扰，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我分享的这个药食同源秘方，是我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简单实用、成本低、
适合所有中老年人。我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受益，让老祖宗的智慧传承下去。最后，我再给大家提个醒，养生贵在坚持，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指望今天喝一杯蜂蜜陈皮水，明天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要因为一时没看到效果就放弃。只要大家坚持按照我教的方法去做，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心情舒畅，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咳嗽、炎症、失眠问题解决了，身体也越来越健康了。这才是真正的养生，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健康生活。记住，健康是1，其他的都是0。只有有了健康这个1，后面的0才有意义。不管是追求年轻还是追求幸福，都要以健康的身体为基础。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调理好自己的身体，摆脱疾病的困扰，拥有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相信我，老祖宗的智慧不会让你失望。最有效的养生方法就在我们自己的厨房里。